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改了10几版的 PPT 领导还在破口大骂，破题了吗？找到锚点了吗？触碰天花板了吗？都没有。你第一天上班，怎么一直听不懂人话？办公室里的保洁培训2天，都比你做得好。动动你的猪脑子，再去优化优化。记得要晚上改，别占用上班时间。行，他惹我是吧？那他算是惹到世界上最好惹的人了。我当场跪在他面前，砰砰砰给他磕3个响头，边磕边大喊：是我无能，怎么配活着？就该拿根绳子吊死在你办公室门口。他脸色惨白，颤抖着手把我扶起，最后爽快采用第1版。真好，这个世界终于又安静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一个职场窝囊废，刚刚在厕所的马桶上静坐10分钟，脑海里探索完一系列人生重大命题，包括但不限于人为什么要工作，这点窝囊废值得我当牛做马，什么时候才能退休，和前967天一样，依旧没有思考出任何答案。伸手在洗手台感应器摇出一套花手，水龙头终于赏脸出水。正当认真践行洗手7部曲时，砰的关门声响起，一位踩着高跟鞋的女士哒哒哒地走过来，抬眼一看，她身着真丝衬衫、鱼尾裙，发丝的大波浪都透露出精致。哦，原来是厕所摸鱼计划的头号克星，隔壁组的不冲厕所女士，简称布女士。布女士可能在上厕所时一并清空了她的大脑，否则很难解释她为什么总是上完厕所不冲水。快速回忆一下，刚刚关门声之前并没有听到水声，想必她这次依然带着空荡荡的脑袋直接走出厕所。布女士是个令厕所界闻风丧胆的恶徒惯犯，理应得到谴责。但鉴于我是个窝囊废，当然只能忍气吞声。才洗到第6步，我果断抽2张擦手纸，草草擦干，可还是没快过布女士的多嘴多舌。正对着镜子补口红的她出言提醒：小杨啊，你怎么穿双耐克就来上班？我跟你说呀，做女人还是要精致体面一点的。对，你精致，你体面，你不冲厕所，每天遇见你们这群牛鬼蛇神。我8字清，耐克这名字多辟邪呀。现实里的我微笑点头，表示听到了他的真知灼见。与此同时，脚步不停地远离不冲厕所的案发现场，并且真心希望事后的第一目击证人不会把这个屎盆子扣我头上。刚回到工位，旁边关系还不错的同事王鑫的键盘声音突然变大。根据这个声响判断，他不是在工作，但又不算过于激烈，那也不是在骂人。综合考虑，应该就是要聊八卦了。果不其然，我打开微信聊天框，看到他的消息：号外，董事长的儿子要来空降当副总。前台消息说长得很帅，一表人才，不知道太子爷下凡会不会带起一阵腥风血雨。我对此倒是没什么兴趣，再好看的皮囊，披上黑心资本家的外衣，都令人大倒胃口。还没敷衍2句，独立办公室的门开了，领导吴志沉着一张丑恶的脸来我办公室一下，深吸一口气，熟悉的感觉上头，怕是要迎来一阵狂风暴雨。刚刚进门，一顿劈头盖脸输出：你这 PPT 什么玩意儿？到底懂不懂我的 point？ 我要的是那种 feel， 你知道吗？按照一贯的性格和形象，我应该唯唯诺诺点头认错，然后回去按照他狗屁不通的意见修改。但不知怎地，看着吴志那张猪脸上不断开合的臭嘴，
想想我的存款足够躺平个1年半载，一股子无名之火直冲头顶。我竭力压着脾气。0版本是根据您对7.0的 feel 和 point 改的，为了深刻学习您的精神，我留了之前的录音，领导您对比看看具体是哪里不到位。他面色一僵，话锋利转：小刘，你这个人心思怎么这么重？做事情还录音，是不是成天只想着怎么对领导？还有昨天晚上的会为什么没参加？你刚来的时候不这样啊？那时候工作认真，随叫随到。瞧吧，他这个脑血栓来来回回就这几招。工作能力说完，就要提工作态度。我面无表情。领导，我来公司3年了，只有泡在福尔马林里的人才能几年都不变样呢。而且昨晚我去听另一个座谈会，您上个礼拜给我安排的，不记得的话，我把聊天记录发给您回忆回忆。我只不过客观阐述他的所作所为，他就仿佛受了奇耻大辱，一掌狠狠拍在桌子上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，直接下命令：你给我滚出去！别光长嘴皮子，不长工作能力。今天晚上12点之前再提交新的一版。不占理就仗着职位直接羞辱和命令下属，是他的拿手好戏。我不再恋战，走出吴志办公室的时候，心想是该赶紧找新工作。最近几个月，他已经进化得跟疯狗一样，逮谁咬谁。王鑫见我出来，凑过头来小声问：怎么把老吴惹得暴跳如雷？你平时不是这个性格呀？最近天气不好，影响我心情。王鑫透过窗边的大玻璃，看着明晃晃的大太阳搁天边挂着，道：这天气不好。我睁眼说瞎话，那就是天气太好了，我嫉妒，所以心情不好。打开 PPT， 随便把字体行距调一调，刚按下保存，就又有消息弹出来：极恶老朱，小刘，泡杯茶给我，就用你上回从家带来的普洱，直接送到会议室，你一起来开会，做会议记录。极恶老朱是我给吴志的微信备注，非常符合他独特的气质和调性。机械化的拿出茶叶，加好开水，又给他兑了自来水。自从吴志有一次说我泡的茶把他烫了，他就荣获生喝自来水的待遇。泡好以后，无意间看到抽屉里妈妈之前寄来的黑木耳，之前太忙都忘带回家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而我报仇从早到晚，鬼使神差地拈起一小把木耳放入杯子里，盖上木质杯盖。到了会议室，果然一旁已经坐着速记员。吴志叫我做什么会议记录，又是折腾人做无用功呢。偌大会议室里，上手坐着几个高层，其中有一位眉眼清朗的年轻男人，看着面生，想必就是那位董事长儿子。我一边噼里啪啦地打字，余光看向吴志的杯子，不过10几分钟，杯盖就被泡发的木耳顶起来，并且还有越顶越高的趋势，长势十分喜人。还普洱，喝木耳去吧。吴志毫无察觉，眼睛盯着大屏幕，手上打开杯盖，把杯子往嘴边送，毫无防备地与滑软 Q 弹的黑木耳进行一番亲密接触，甚至没来得及仔细看看杯子里是什么，他就吓得直接往地上一砸，杯子碎裂的瞬间，啪的一声，成功吸引全场的注意力。他左手边的技术总监看着脚边的黑木耳，很是惊讶。吴总监爱好挺特别呀，泡木耳喝。正在展望公司宏图大业的总经理也黑了脸。吴总监对我讲的内容有什么不满吗？就连目前还没发过言的头号关系户副总都忍不住翘起嘴角，然后再努力压下去。吴志连声道歉。
此后一整场会议面色铁青，一言不发，只死死盯着我，满是恼恨。会议结束，我追上吴志的脚步，近距离观察一番他那张怒气满满的猪脸，立马主动诚惶诚恐地道歉。表面上我垂下头，不好意思领导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实际上，嘻嘻，我当然是刻意的啦。吴志正要发作，背后传来一道清越的男声：学妹，好巧啊，你也在鸿明科技上班。我转头一看，是新上任的副总经理呀，大脑急速运转。我认识他吗？记忆里查无此人。看见我迷茫放空的眼神，关系户副总提醒道：我是赵泽，也是 S 大的，比你大2届。之前你在学校晚会当主持人，我是负责组织协调的。我眨巴了一下眼睛，做欣喜状，想起来了，原来是学长你啊。好几年过去，学长越来越帅，我一时之间都没认出来，其实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不过这个关系可以攀一下。互加完微信后，我再看向一旁的吴志，他的火气在员工赵阳面前高涨，但在可能和副总关系不错的校友面前平息了。难得安安生生地度过一下午，更新一版产品需求文档，下班前把一字未改的 PPT 发给吴志，果不其然获得比上一版更差的评价，就知道这个龟孙子压根没看，瞎提的建议直接提交刚糊弄完的日报，干净利索地关掉电脑。时隔半个月，破天荒的准点下班，地铁上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一样，对面座位恰好有人下车。我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身，眼疾手快地抢到位置坐下。今天运气不错，这个座位左边靠着隔挡，还能歇一会儿。结果屁股还没坐热乎，隔着一个座位的女孩开口：你能不能别挨我男朋友那么近啊？我看向我右手边的大额头酒糟鼻的男性，不确定地问他：这是你男朋友？他点点头，真是晦气，遇见颠婆了。我试图好好说话，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嫌挤可以下车，想要私密空间就去打车。他不依不饶，先来后到，懂不懂？要下车也是你下去。看着眼前这个疯婆子，想必稳定的情绪是无法压制他了。那一瞬间，过往20几年培养出来的温顺、听话、谦让、好相处等美好品德集体离家出走。我把腿往上一提，换成盘坐的姿势，左脚的鞋底直接对在右边那男的腿侧，然后就摇头晃脑，开始叫嚷：我有罪，我没钱，我穷得叮当响，没钱打车。遇见你俩这对颠公颠婆，一个肥头大耳，一个眼瞎心盲。刚疯一小会儿，地铁到站开门，他俩急慌慌地挤下车，我立马收声，恢复之前端坐的样子。周围人都看着我，发出会心一笑，我也羞涩地抿抿嘴唇。这下空气清新多了，暗自控制住自己不自觉颤抖的手，热气还在头顶升腾。这是我第一次当众发疯，仿佛突然打通任督二脉。原来勇敢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没那么难，抛掉恭谨谦让的壳子，的确能快速帮我解决问题。下了地铁，抬头一望，天空灰蒙蒙一片。自从上班以后，我的人生就是黑白灰。展开来说，是起早贪黑，一穷二白，面如死灰。在出站口，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共享单车，折腾一番扫码，准备推到自行车道上，却意外地感受到强大的阻力，自行车轱辘被上了锁。定睛一看，车座后面还写着4个大字：老人专用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老娘给你点教训。我直接从旁边绿化上掐下一截小枝条，在兜里掏出一点卫生纸，
连树枝带纸对进那把大锁的锁眼里。不过小小几个动作，顿时心里舒坦多了。想象着缺德老瘪三到时候开锁的愤怒，笑容就忍不住浮现在我的脸上。果然烦恼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。到家草草吃了个外卖，分量太小没吃饱。翻箱倒柜，看到抽屉里还有2大板巧克力，上回表姐结婚的时候送的，一直因为不爱吃巧克力，所以没碰。我狠下心抽出一板，撕开包装纸，对进嘴里，想象自己是只狗狗，正在吃巧克力自杀。每咀嚼一口，都是对吴志和今天一堆破事的鞭笞。不知不觉之间，吃完一板巧克力，自杀完毕。明天将迎来崭新的人生，还剩一板，就留到下次吧。第二天大清早，点开聊天软件，就看见吴志的消息：极恶老朱 ，PPT 做得那么差，小刘你也没对象，下班那么早干什么？昨天连夜改好简历的我，直接一个勇敢回复：那领导，您不会要离婚吧？这个点都不回家。吴志可能又气得要爆炸，秒回我：你知道昨天副总的欢迎会你没去，副总都不高兴了。我要如何才能让他意识到，如今的我已然不是之前的我，而最新版本的我一触即发。翻了个白眼，直接打开赵泽的微信聊天框：学长，吴总监说因为我昨天不去饭局，您不高兴了是吗？对不起，您可千万别不高兴。赵泽隔一小会儿回道：没有不高兴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短短几分钟，可能他 CPU 都快干烧了。我立马截屏发给吴志那个老逼灯：领导你看，副总说他没有不高兴呢，看来是你误会他了。吴志发来一连串的语音，中心思想是问候我脑子是不是有病。当然有病了，不然我也不会在他手底下忍3年才想跑路。不过接下来我可能会病得更厉害，希望他大人有大量，多多担待吧。刚到公司，去卫生间上个厕所，在门口和布女士擦肩而过，瞬间警铃大作，看着一排隔间，心想我不至于点这么背吧。恰好就赶上布女士的案发现场，我惴惴不安地打开一扇门，立马获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冲击。没错，我居然真的这么背，不信治不了他这破毛病。直击第一现场的我很难控制住自己，一股神秘的力量驱使着我冲出厕所，在布女士还未落座时拦住她。布女士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只是清清嗓子，声如洪钟：孙雅，你不冲厕所，你不冲厕所，你为什么上厕所从来不冲厕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短短几句话引起全办公室的瞩目，而布女士一张脸臊得通红，眼神闪躲又强装镇定：我没有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不依不饶，已经碰见好几次，当然你可以狡辩，我也没办法让厕所里那一坨亲自出来指认你。环视一周，再提出我的解决方案。今天说出来，就是希望大家来个见证。孙雅女士在冲厕所方面自控力不强，以后还望诸位同仁多加监督，我们齐心协力，帮助她改掉陋习。在我一番慷慨激昂发言后，同样深受其害的女同事忍不住笑出声，而嫌疑人布女士已经气得面色发黑。我非常友好地伸手拍拍她的肩膀：你如今在思想道德上落后，但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放弃你。多亏你平时给我很多指指点点啊，不对，是指点，如今我才能有勇气当面指出你的问题。你也不用过于感谢我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试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我在布女士满脸扭曲中转身离去。
徒留他一人尴尬。经过这一遭，相信布女士的顽疾应当很快就能迎来医学奇迹，获得临床治愈。前段时间给吴志添堵后，他人很好，马上送给我一双小鞋。吴志专挑午休拉着我们几个人开会，美其名曰不耽误上班时间。这个会旷日持久，他老太太裹脚布似的发言仿佛没有尽头。下午3点，我饿得头晕眼花，感觉低血糖的熟悉劲儿要来了。我抬手示意打断吴志的发言，强撑着一口气：“领导，我觉得有点不舒服，想先休息一下。”不等他答应，起身准备出会议室找点吃的。没想到吴志这个狗贼快步堵到门口，拦住我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身体一个个倍儿棒，让干点正事就哪不行。你快给我坐回去，能有什么不舒服？你要是出了事，我负责。既然这么想负责，那他就负责吧。”我微微扬起笑脸，放松身体，找准地毯比较干净的那块，闭眼往下一躺，可谓是一气呵成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在医院急诊，2瓶葡萄糖下肚，总算缓过来。除了负责人吴志，意外还在医院看见副总赵泽，一旁护士叮嘱着：“工作再忙，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呐。低血糖严重的话，也是有性命危险的。”负责人吴志脸色再次和调色盘一样丰富多彩。赵泽不忘补刀：“作为领导，吴总监要合理安排工作，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发生为好。”在赵泽的眼皮子底下，吴志连连点头称是，舔着一张猪脸过来对我嘘寒问暖：“明天小留息一天吧，赶紧回去休息，别再累着了。”吴志有事先走一步，赵泽陪着我打车。外面红霞满天，夕阳映照在赵泽清俊的脸上。我脑海里闪现昨天晚上刷到的和老板表白后，提什么他都答应帖子。吴志最近一直在挤兑我，虽然准备离职，但年终奖还是要拿到手的。那么找一个靠山势在必行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自寻死路。简单思考后，我鬼使神差地开口：“学长，其实我暗恋你很久了。”猛地听见表白，赵泽很是惊讶：“学妹，你会不会是认错人了？之前在公司见面，你第一时间应该没认出我来。”“哪里是没认出来，我是压根不认识你。”但视线紧紧跟随赵泽，嘴上胡言乱语：“我认出来了，但实在不好意思太热情。毕业以后进鸿明也是因为听说这是你家的公司。其实我和吴总监不太合得来，都心灰意冷，想辞职了。没想到学长你突然回鸿明上班。我知道你最喜欢深蓝色，是左撇子，爱喝冰美式，偶尔打篮球。”我忍不住原地轻轻踱步，有点窘迫的样子。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在窥探你的生活，只是忍不住留意有你的场合。感谢爱八卦的同事王鑫，以上都是他的八卦搭子提供的信息。本来我只想把暗恋藏在心底，但刚刚晕过去以后，你能送我来医院，虽然知道没有结果，我还是想说出来。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被喜欢的人。赵泽眼神闪烁，有些迟疑地开口：“在他拒绝前，我连忙打断：“你不必回应，喜欢你是我一个人的事。”说完45度仰头，呈悲伤状。刚好出租车到了，我直接小跑上车，挥挥手离去，让仍处于震惊之中的赵泽独自消化这颗炸弹。休完病假刚到办公室，展示完我安然无恙后，王鑫凑过来私语：“杨洋，你前天把吴志吓得够呛，他刚巴巴完你出事，他负责，头还没转呢，你就一下在他旁边，
可惜你没看到他那个脸色，吓得煞白煞白的，手抖得不行，按120都按了好久。不过你和新来的副总认识啊，他还特意跟上去，陪着去医院。我面色镇定，语气轻松道：那也是吴志活该被吓。至于我和副总，以前一个学校的，可能出于校友情谊吧。他一脸不信，但苦于我嘴太严，只好作罢。出了这档子事，吴志安生了一段时间，但几天后他故态复萌，从独立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走出来。他站定在我的工位面前，当着一整个办公区的人对我破口大骂：做的那个 PPT 什么垃圾玩意儿，破题了吗？找到锚点了吗？触碰天花板了吗？都没有。你第一天上班，怎么一直听不懂人话？办公室里的保洁培训2天，都比你做得好。动动你的猪脑子，再去优化优化，记得要晚上改，别占用上班时间。行，他还敢惹我是吧？那他算是惹到世界上最好惹的人了。我当场跪下，朝着他砰砰砰磕3个响头。这待遇，上次还是给我去世的三舅老爷，不知道吴志有没有福气消受。边磕边大喊：是我无能，怎么配活着？就该拿根绳子吊死在你办公室门口。他惨白着脸，颤抖着手把我扶起来，然后灰头土脸地躲回办公室。办公室同事面面相觑，鸦雀无声。不出3分钟，我就收到消息：极恶老朱。我又仔细看了看，第1版就不错，和我的 idea 比较 match， 用第1版就行，别再改了。你情绪也不要太过激动，安心工作，不是故意刁难你。我这个人一向是对事不对人的，之前骂你的都是想让你变好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我勤勤恳恳地回复：领导，不过是些人格侮辱而已，我不会往心里去的。待会儿您要开会，需要我给您泡茶吗？瞧瞧，我还主动请缨，多么热心，称得上宽容大度，不计前嫌。他的拒绝来得很快：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拒绝得很生硬，看来吴志确实不太喜欢木耳茶。斜对面工位的理由，不愧是吴志头号狗腿子，腿脚就是好使。他脚上用力一蹬，连人带办公椅滑到我旁边，语重心长：小刘啊，你年纪小，别怪哥哥教你几句，上班不是这样上的，哪有这样把领导架在火上烤的。我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，不接受审判，只质疑：李哥，我上次有个键盘闲置，你说刚好缺键盘拿去用了，怎么没在办公室看见？他方才的仗义消退近半，梗着脖子说：键盘放家里用的，好用着呢，就因为小刘你对我不错，我为你好才说这些，哥其他关系不好的，巴不得看你笑话呢。我轻嗤一声，喜欢给人当爹指点江山，还给自己戴上高帽了。我前几天看到你闲鱼主页，你把那键盘卖了，小300块钱呢。他那点义气便尽数消散，狗腿子再次发力，滑回自己的工位。但我不忘补刀：李哥，找我要了也不用，拿去卖掉，下次可别说缺把键盘，你应该直接说你缺钱呀。我和你关系也没差到那份上，几百块钱还是能借的。此话一出，理由的工位便一片寂静，半点也不吱声。看来他也是知道怎么闭嘴的，不愧我教他一场。交了份报告，长按将吴志回复的60秒语音矩阵转为文字：极恶老朱，这个事情其实怎么说呢，已经这样了，那我们这里处理这个情况呢，就是多少得付出一定的心血啊，这样日后呢，就是得到的反馈让我们知道啊，还必须要深思熟虑，才能达到预期想法和效果呀。忍着恶心，看完这段狗屁不通的话，仔细想想，上班也给人带来些东西，
毕竟反作用也是作用，负面情绪也是情绪。正烦着呢，手机铃声响起，看见是爸爸来电，有点慌乱，接起来：喂，爸，怎么这个点打电话？有什么事吗？你妈不让我跟你说，但我想着要是不说，你知道肯定生气。你妈昨天下楼摔了一跤，打了个石膏，在医院住着呢，不是什么大事，明后天就出院，你也别担心。哪个医院？我今天去看看。挂了电话，我上微提交请假申请，没想到吴志立马在系统驳回申请。他从办公室走出来，阴阳怪气：当初我妈去世我都没回去，你家这点小事还要请假？我一拧大腿，瞬间眼泪往下直流。吴志有些惊讶，怎么突然从女战士变成林黛玉？你怎么还哭上了？我情真意切，我只是替你妈妈悲伤，怎么生出来快叉烧？而且领导，你是真不拿我当外人啊？这种不忠不孝、猪狗不如的事都敢和我说？他满脸横肉都在抽搐，可见是愤怒至极。我提起收拾的包，不管他是否同意，直接跑出办公室。看望完我妈回来，关系不错的HR姐姐来通风报信：小杨，你们领导跑去告状说你无故旷工，要开了你。不过也不用太担心，副总给压下去了。你这校友关系挺给力，我倒觉得可能是表白起到关键作用。真是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没白做准备。发现我这么个一向任人宰割的小喽啰，居然有后台了。吴志客气又疏离，眼瞅着他生日要到，最爱攒局的他蠢蠢欲动。极恶老朱，小刘，下周我生日，你约一下部门一起聚餐，问问大家时间，下班以后聚一聚，有利于团队凝聚力。我随手把消息转到小群里，陆续有同事开始抱怨：吃，又是吃，创收上瘾啊！餐费让我们 AA， 但他自己拿发票去公司报销。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把戏，他玩得最溜。看最近的聚餐频率，吴总监看来是手头有点紧啊！下班以后到底谁想看见同事啊？见我迟迟没有定下时间，吴志又来催：极恶老朱，小刘，就这么点事，怎么还没约好？领导我问了，他们都不愿意 QAQ， 他们说不想和你吃饭，说你趁机想捞钱，下班也不想见到你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大哭表情 JPG， 只听见吴志办公室里噼里啪啦一阵响，不知道又是砸了什么，也没再回消息给我。他被迫屈尊降贵的挨个询问聚餐时间，终于才得以成功攒局。当天晚上，大家挂着奔丧的脸齐聚吴志的生日宴，除我们部门之外，居然几个副总也都来捧场。我保持闷头吃的人设，毕竟餐费 AA， 吃够本才行。谁知道吴志偏要找事，点名道姓：小刘啊，你别搁那儿干吃喝点，这一圈的领导都搁这坐着，你平时哪有机会见这么齐全，还不抓紧机会敬一圈，表示一下感谢。一位老资历的副总劝了劝：不用，别跑来跑去的，大家都座位上坐好就行，正合我意。我摇摇举杯，然后借着今天特地穿的大袖子衣服遮挡，在桌底找准角度，一小杯白酒整整齐齐泼在吴志脚上，就这么敬了2-3杯。吴志脸都渐渐发绿，他躲的速度还是比不过我泼得快很准。这男人啊，年纪大腿脚就是不中用。过了个泼酒节的吴志识相地按住我的酒杯：别喝了，女孩子少喝点，吃菜。我满意地点点头。余光瞟见赵泽正竭力憋笑，见我看向他，他压了压嘴角，没压住，朝我绽开一个灿烂的笑容。吴志湿着脚，
喝得酩酊大醉，被老婆接走。我走出餐厅，百无聊赖地排队等司机接单，看着前面的50多位，对吴志的愤恨更上一层楼。一辆宾利停在一旁，后排窗户落下，赵泽露出半张脸。学妹没打到车，我让司机顺路送你，都不知道我家在哪儿，合提顺不顺路。不过我还是爽快递上了车，两人并坐一排，相顾无言。赵泽先打破寂静：你和吴总监是脾性不太合，我有个同学在外企做高管，你要是有意向的话，可以帮你内推。工作嘛，还是不宜太过压抑，表个白还有这作用呢。爱屋及乌，我丝毫没有矫情，一口应下。好，麻烦学长给我推荐一下。现在工作确实也不好找，虽然舍不得你，但我怕再干下去，吴总监要被气病。像我这种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，顺便还要兼职老板的奴才，这样的职场畜生市面上太多了，竞争激烈。可好的岗位跟艾滋病一样，只通过母婴、血液和性传播，能让赵泽开口推荐的工作，倘若为了点虚无的清高放弃，那就太傻了。赵泽哑然失笑，果然你还是这个性格，有新工作托底，想必离职前可以放松大胆些。看着他深邃的眉眼，我想离职前怕是要搅弄风云了。办完离职手续，两手空空地走出办公楼。电视剧里抱着大箱子的画面并没有出现，毕竟离职的前1个月，我的桌面就已经干净的可以随时走人。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吴志满脸怒容的在门口拦住我，他这可怎么是好？我每次见他，他都在生气，这可是短命的迹象啊！离职的我一身轻松，你还有什么废话想和我说的？你居然敢举报我！我在公司干了10几年，董事长是我亲戚，你想把我弄走，就是白日做梦。他眼带嘲讽，不屑地睨着我，你知道傻子什么样吗？我笑得很开怀，当然是像你一样到处问了。他恶狠狠地威胁，你下份工作的背调，别指望我能给你通过，就等着永远找不到工作。我想你应该没有机会给我做背调，自求多福吧。我耸耸肩，没说再见，转身就走。毕竟是真的再也不想见到他。我向公司的合规部门提交了一封内容详实的举报信。光是压榨下属这种事情，公司是不会管的，因为只要活干完，钱挣到，公司才不管员工具体是死是活。所以我想打倒吴志，举报的是他腐败。他用他老婆的名义成立一家皮包公司，把鸿明的一些项目高价招标给自己的皮包公司，但皮包公司是没有能办事的员工和能力的。于是他让鸿明的员工干2份工作，我们这些小虾米既负责自己的分内工作，也要把招标项目内容完成。吴志从中空手套白狼，赚取鸿明的项目费。他以为他和董事长的亲戚关系能保他，结果下来却是他要被开除赔钱，甚至要去坐牢。事后私下约饭，前同事王鑫对我称赞不已：小杨你太牛，把吴志直接整走，真有勇气。之前团队里也有人想举报他，但他不是有关系吗？大家都害怕，最后不了了之，还惹祸上身。你可真厉害！我笑而不语。厉害什么？不过是奴才做久了，会察言观色罢了。我对新公司比较满意，除开工作内容合理、同事领导边界感强之外，这里的厕所马桶都是全自动红外识别冲水的，并且比较灵敏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我的情绪稳定。赵泽下班来接过我一次。之前你说的事，我认真考虑过，其实我也对你有好感，
我们可以试试。我语带天真，学长，吴总监已经离职，你再想想吧。我确实在学校晚会当过主持人，但和赵泽在公司碰面后，特地找到大学时用的电脑，查到那场晚会人员筹备名单，没有赵泽，想必他以前就认识我，和我的告白一样，是个谎言。对他而言，我只不过是整顿企业的突破口。职场中哪来那么多的扶危济困，背后都是利益，能获得多大的帮助提携，取决于这个人能提供什么价值。赵泽借我挖除公司的一颗毒瘤，我受他推荐得到新工作，我们公平交易，单纯的利益关系还是止步于此为好，再多就很难收场。当天晚上，我一边刷着短视频，一边思考着如何在5个小时内睡够8个小时。在手机快被我玩没电之前，收到赵泽的消息，白天是我欠考虑，祝你之后工作顺利。看来我们不必再演绎出王子与灰姑娘的戏码，这不是打工人应该玩的游戏。赵泽半夜的消息反而让方才的困意消失殆尽，肚子好像有点饿。我伸手打开抽屉，摸索着找到最后一块巧克力，嚼吧嚼吧吃完，刷好牙，躺在床上闭起眼睛，快睡觉吧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